高丽前期的对中关系。高丽前期的对外关系。理解高丽前期的对外关系，理解高丽前期对中关系中高丽的作用和重要性。高丽建国约918年即10世纪初，中国大陆处于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内陆曾存在后梁、前蜀、吴等国家，在北方契丹于916年建立契丹国，115年女真建立金朝。10世纪初，东北亚地区的汉半岛和北方出现了统一王朝，中国内部处于混乱时期。通过这张地图可以认识10世纪初和10世纪后东亚地区国际形势的变化。10世纪初，中国大陆出现了统一王朝。不对。10世纪初，契丹在北中国的草原上建立了辽朝。对。高丽从国初开始就与五代十国建立了朝贡关系，试图在外交上维持友好关系的同时，接受先进文物。高丽与中国王朝建立朝贡关系时，一种实力制衡政策，其政治目的在于通过与后百济的竞争中获得外交上的优势来确保汉半岛内的霸权。高丽希望通过与中国王朝建立了朝贡关系来牵制契丹的实力。这种实力制衡政策对于中原的诸王朝来说也是一样的。因为频繁的朝代更迭中，与异民族的高丽建立外交关系，有助于确保中原霸者的权威。此后，高丽与契丹一边进行战争，一边推进讲和的过程中，向宋朝派遣了使臣，两国间外交关系得以恢复。不久，与高丽有着密切联系的女真，在北方代替契丹建立金朝，并成为霸主。宋朝试图将高丽纳入同盟，对抗金朝。高丽对此仅仅不予答应，两国间正式的交往被中断。由于相互的需要，只能维持间隔性的使臣往来，但这也是1164年之后中断了。朝贡制度，特别是朝贡赤峰关系，作为中国诸侯的外交关系的主要形式。朝贡赤峰一事实行后，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宗主国与藩属国的关系建立起来了。朝贡制度充分体现了前近代东亚世界秩序的复杂性。朝贡制度是当时为了确保了东亚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法律、文化状况在内的复杂多方面的国际秩序的制度。10世纪初，高丽建国时，中国大陆为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内地存在后梁、前蜀、吴越、闽等国家。高丽与吴越、后金等王朝建立朝贡赤峰关系，与中国王朝进行了交流。960年，后周的贵德金节度使赵匡胤灭后周，建立了统一王朝宋。高丽和宋因
气弹很难通过陆路进行交流，只能通过海路交流。10世纪后期，东亚出现了韩半岛的高丽、中国内陆的宋、北方的契丹这些统一王朝。高丽与北方民族的外交关系也和汉族的关系一样，基本上是以朝贡制度为基础的，但这是以政治上的陈述为前提，通过采用年号或历法来象征性的表明从属关系。高丽在内部发生政治变或异常，居城王位等事务上受到了他们的不正当干涉，并作为藩属国向宗主国进行不公平。但是高丽对他们并没有表现出相对文化发达的汉族一样的母化之情，而是采取了接受军事优势而不添束缚的姿态。黄色标示地图是辽朝的领域，前粉红色是西夏，粉红色是北宋。辽是契丹人建立的国家，在10世纪初统一了北方草原地区，又在5代十国时期帮助石敬瑭建立后晋，以此为代价得到燕云16州，并正式进军中原。女真建立的金朝和南宋联合，消灭了契丹辽朝，北方地区出现了新的王朝。这意味着从10世纪的高丽宋辽的东亚体系转变为高丽宋金的体系。10世纪存在于东亚高丽、契丹、宋、金等国家，比起维持现状，更愿意打破现状来维持扩大本国领域的政策。高丽前期的东亚国际社会，一方面处于支持态势，另一方面可以说是在维持军事的政策。高丽、契丹、宋和金在可能增强实力的情况下，采取打破现状的政策，但也不断寻求或维持同盟以牵制敌对势力。在这种情况下，高丽为了本国的利益，又是为了对抗强国，选择了与第三国合作或借助强国的对外政策。